习近平真的还在指挥中南海吗？就在世界海洋日这天，党媒突然大动作，习近平的名字占满头条。新华社说他矢志建设海洋强国，央视党媒集体捧场。习近平高调出境，会见卢卡申科，主持会议，活跃的像什么事都没发生。但就在这一切看似正常的背后，海外却传出震撼传闻。四中全会前，中共已经悄悄排好接班班子，汪洋、张又侠将分享习近平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之位，胡春华取代李强任职总理，中南海权力核心已经移位。党媒官媒这一切操作，真的是惯例动作吗？还是最后的政治演示？今天我们就来揭开习近平高调复出的背后真正的剧本是什么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我是王潇。今天作为海洋日，中共党媒官媒全忙活起来，围绕海洋大肆宣扬习近平的海洋强国信念，还不忘表彰一下自己的海洋经济成果。官媒新华社今天报道称，中国海洋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元，形成新质生产力，持续打造科技新高地等溢美之词不绝于耳。而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今天面向全球发布的中英文智库报告，中国将南海打造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的实践，其关注的主题令人非常不安。这份报告将中共描述成南海的和平稳定的倡导者、推动者和实践者，说南海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家园，呼吁这个地区的国家要把解决南海问题的钥匙掌握在自己手中。言外之意，要南海周边国家都要奉中共为盟主，才能让南海成为造福地区各国人民的和平之海、友谊之海、合作之海。事实与此完全相反。菲律宾国防部长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，严厉指责中共信誉赤字、不讲信用，在南海和东海进行军事扩张，威胁邻国安全，是冲突和麻烦的制造者，与中共自己宣称的和平使者完全对不上号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第一场全体大会上发表演讲，用共产中国指称北京，显示中共的存在已经成为自由世界的最大威胁。中共在世界海洋之日借题发挥，重谈习近平海洋强国的信念，将再次引起西方国家的深深警惕。这不禁让人心生疑问，指挥中南海方向的难道还是那只手，那只一度定于一尊的手吗？原中共海军航空兵部中校参谋姚成6月7号在 X 平台发文称，由于93大阅兵时间紧迫，中共四中全会只能提前召开，应该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。关于中共政治局常委班子有各种编排，我认为比较靠谱的一种说法是，汪洋总书记、胡春华总理、张又侠军委主席、石泰峰人大委员长、潘岳岳政协主席、张生明中纪委书记、陈吉宁常务副总理，与习有关系的一个都没有。汪洋任一届后，胡春华、陈吉宁继任总理。对于姚成的猜测，王安娜回复说，包子不可能退位，除非他的健康出现问题。从习近平在中南海会见白俄罗斯卢卡申科的视频来看，习近平走路确实有些不正常。吕奥学者李元华认为，习这次的出现可能是跟川普对话之后，他们想延续中美之间想往好的方向发展，那么不管他是不是旁落，或者说有一个过渡，那所以他从媒体上来讲要让他感觉他还在台上，这样的话可能顺理成章的就觉得他们这种谈话的效果能继续往下延。我感觉是这个方向可能是会更多一些。之前他的消息少，是想让他逐渐淡化，但是现在让他出现，其实可能是有这方面需要。所以所有人在没想巨变之前，他们也希望有一个平稳的一个过渡，不要有太大的震荡。
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些现象。中南海政局动荡，中美贸易战似乎又出现缓和，中美高层贸易谈判将于下周在伦敦重启。美国总统川普6月6号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会发布消息说，财政部长贝森特将与中共官员于下周一在伦敦会晤，重新启动已暂停数月的双边贸易谈判。随行的还包括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。而在贝森特前往英国伦敦之前，中美高级别二轨对话美方代表团6月5号在北京会见了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。海外作家、独立时评人向阳6月6号在 X 平台发文认为，习近平不傻，知道要想稳政权，先稳中美关系。向阳解释说，所谓中美高级别二轨对话是一种半官方的外交沟通机制，不同于官方正式外交渠道的一轨对话。二轨对话主要参与者大多是学者、前官员、商界领袖等非现任官员，就像某种外交实验室一样，不仅能在敏感议题中为官方谈判提供一些实验性思路，也能在官方关系紧张时充当安全阀，弥合双方矛盾，避免双方直接冲突。他认为，这次美方代表团提前抵京，正是为试探中方立场，为官方层级的复谈和川普总统访华铺路。从目前中方让步的程度来看，代表团完成了任务，为接下来的谈判争取到了让川普总统比较满意的结果。这意味着中方所谓的反制关税加稀土管控组合拳，尤其是稀土的卡脖子，不过是中方骗老百姓的鬼话，也再次验证了川普总统和习近平打交道的策略是正确的，以斗争求合作，才能让习近平坐回谈判桌。局势变幻无常，多国演绎剧情辗转反侧，跌宕起伏。在中美贸易战再度出现缓和的曙光之际，中俄关系的裂隙则让媒体捉个正着。纽约时报报道，尽管在公开场合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宣称俄中战略军事和经济合作进入黄金时代，但俄联邦安全局一份外泄文件却将中南海称作敌人。文件指出，北京正积极渗透俄罗斯军事科技及北极战略，还想打探俄军在乌克兰的作战细节，作为未来应对台海战争对抗美国的参考。一切都在过程中。中共官方为什么在世界海洋日高调宣扬习近平的海洋强国，并让他占据那么多报道版面呢？习近平权力尽失的传言为什么还在海外盛传呢？习近平能否在今年4中全会像胡锦涛那样裸退呢？这就是好玩的地方，你说呢？请留言告诉我们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